嗨，大家好！一直在下雨啊，想找一个下雨之间的间隙啊，都找不到。现在呢，其实依然是一个下雨的状态啊，路上还是有人打着伞，但是呢，已经很小了，所以呢，还是骑着车出来啊。其实呢，就是想到我们祈福大药房呢去配点药。人到一定年纪啊，总会有一些慢性毛病啊，或者是一些基础病，它就是需要呢，时不时的用一些药来调理一下。西医呢也是一样有调理的作用啊，有些呢是治病，但是呢，也有一些药呢，其实它就是一种维持一个营养成分，调剂一下啊身体的整体的运行。一出祈福大道的门呢，迎面的就是医院啊。所以相对来讲啊，如果有些小毛病啊，或者定期要去做一些身体的检查，时不时去抽个血，做个化验呢，身边有一家医院还是方便很多。这边呢，就到了我们一个广州市社会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啊。所以呢，我们一般也都是在这边呢配一些简单的药。我的单车就停在外面了，戴上口罩。都是健康的。好，有。那你看一下油在这。好的，谢谢。好了，药买完了。
看来还行啊。刚刚飘了几滴雨，但现在看来呢，应该是没有下下来。现在呢，我是骑行在福义路上，右侧呢就是祈福名都的楼盘。我骑行的这条路啊，据说呢，因为有一条规划的城市的快捷通道啊，就是以前呢，设计啊连接那个景观大道的一条大道呢，就是这条路啊。那它呢，就是要通过我们祈福村内啊，前面的那些楼和楼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区域，好像从05年啊，就一直争吵不休。最后呢，到了10年以后啊，15年以后呢，就好像戛然而止了。那最近几年呢，就没有声音了。等红灯啊，我都不愿意等，我们就拐个弯，骑行一下。所以刚才啊，说到这个福义路，不知道何时呢变成了一个城市的快速路的某一个路段啊。这样的话呢，就要把祈福新村啊分成东西两半。那这个当然对于那些已经居住在这边很多年的居民啊，或者当时买楼的时候根本就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的那些人来讲的话呢，无论如何是没有办法接受的。所以据说呢，也曾经有过各种各样的方案啊，就是说能不能在祈福这一段呢，如果硬要修这条路的话，那干脆能不能就修一条隧道？实在不行的话呢，能不能有一个围壁啊，或者上面呢加一些这样的村内的廊桥啊，就是方便这个两边啊村民可以自由的过天桥，但是呢，也是给大家制造了一些麻烦啊。后来呢，修广明高速的时候啊，原本呢这条广明高速啊，据说也是要做成一个高架式的啊。那对于中运路过街呢，就会非常麻烦，而且祈福呢肯定是首当其冲啊，因为呢它有相当这个一段路啊，这个出口呢肯定就是要发生一些堵车的状况。那最后呢，据说是祈福出了钱出了地啊，通过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操作呢？最后呢，就让这个祈福啊有一条隧道，直接呢从这个祈福这边呢就通到了金山大道上啊。后来呢，就算解决了这么一个问题。这边不知道是一个什么地方啊？怎么又在起楼了呢？
哦，这边呢就是那个裕民小学。这边是广州市番禺区裕民小学的一个正面。这边呢有一个裕民小学校园总平面图。山泉居边上没有错的，还在扩展当中啊。离着这个裕民小学不远呢，就是另外一家祈福新村学校。这个中间呢也隔着一个祈福幼儿园。今天呢是高考的第二天啊，已经赛程过半，已经考完了3场，重要的语文啊、数学啊都已经考完，也在看网上
一些家长们呢发的一些朋友圈，看到了作文的一些题目啊，好像跟围棋什么有关。然后据说呢，数学题很难。据说呢，有不少考生啊考懵了，就是这个题啊出的有点出乎大家意料之外。我想呢，每年的高考出题啊，就是考官和学生们斗智斗勇的时候，大家呢每天都在刷题，把往年的那些考题啊不断的来刷，希望呢这个考试内容啊就是万变不离其宗。但实际上呢，应该可以想得到啊，作为考试院这一方，考官们在出题的时候呢，正是要让大家出乎意料。我想这个肯定也是出题的一个方针，所以呢，要靠大量的这样的刷题啊，刷到做题的时候能够得心应手。一看这些题好像全部都做过呢，我觉得这个是不大可能的啊。所以我想考试肯定考的不是说你刷了多少的题，做过多少类型的题目，然后呢能够把它熟练的复制出来。但是我觉得不是，更重要的呢就是你要领会考试它的一个精髓，就是你要掌握一个方法，就是碰到什么样的题，你要用这种以此类推的这样的一个解题的方法呢，来对付那些每一道题啊。所以实际上它是一个逻辑辩证的一个思维的过程，它并不是一个刷题积累经验的过程。当然这个两者之间啊也是相辅相成、触类旁通的。所以呢，这个就是有些考生为什么他能够发挥稳定，就是说他不管面对什么样的一个题啊，只要是在他学习过的知识范围之内，他能够以一种他已经掌握的解题的方法，然后呢从容的面对，而不是说看见这种类型啊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啊，就觉得今年的考题呢出偏了。那当然了，考题它一定是有一些部分是有意出偏的，但是呢这些内容肯定也都是学过的，也就是说它一定是出人意表，让你感觉啊好像有点不认识。但是对于真正掌握一个解题方法啊，有一种逻辑思维能力的这个人来讲的话呢，其实有很多人还是在这个上面可以占上风的。这个呢就恰恰啊分出高下的时候，就是一般的考生和那些真正啊有能力的这些考生之间的差异呢，就在这种题目面前露出分晓，分出高下。所以我想还有1天半啊，在这1天半的这个里面啊，有些人的心情可能会过山车，从满怀信心啊可能走进考场就吃了一记闷棍，走出考场的时候呢，就有一部分人可能就满怀沮丧。这个时候呢，就看看你能不能
调节啊。哦，前面撒药了，我们还是倒回去。但是这个时候呢，无路可退啊，已经走到桥中央了。前面千难万难也要排除万难，挺过去，调整好心态啊。哟，这里已经走到23街了啊！快回到家了啊！今天在雨中，应该是微雨中骑行，加上去药店购物，这么一个过程。也简单跟大家分享一下啊，就是平时生活的日常。那今天呢，我们的分享就到此结束，谢谢大家的观赏，下一期再见，拜拜。